家平安，大家好。胚胎1岁了，好快哦！我竟然已经生他1周年了诶。哦，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胚胎的1岁是在台湾过的，但是因为在台湾出乎我们意料的疲惫跟操劳跟忙碌，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真的没有帮他过任何的1岁的生日，就连蛋糕我们父母双方都是没有想要买的，就是阿公阿嬷也就是我爸妈过意不去，所以他们出门的时候顺便买了一颗蛋糕回来，但是我们连吃都没有吃到，然后当时我们就赶高铁去了，所以是阿公阿嬷代替我们大家吃了他的生日蛋糕。但是回来之后呢，又有一些妈妈好朋友们，我们的小孩的生日都大概是在这个3、4月，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啊，那不然大家一起办一个小的生日 party， 然后就我们自己稍微庆祝一下，吃个蛋糕意思意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办好累哦，就如果还要准备这些东西，我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去处理这些细节了。party 那一天我们就有在我们后院稍微有买个 backdrop 啊，然后拍个照啊，礼物摆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环节是那个抓周就是为什么我说重要，是因为我一开始我是不期待的，我想说抓周其实我是觉得可有可无啦，没有无所谓啦，you know 但是后来又觉得可以理解说抓周就是有个回忆嘛，就是小朋友当然自己不会记得，但是就是我们大人啊会有这个回忆，有这个就是可以拍照的一个活动。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啦，就是好玩。但是后来抓了之后才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小孩他先抓，胚胎再抓，你就看到哇，两个小孩子的性格差很多，你很少是能够有机会好像同一个活动，然后两个小朋友的反应你去观察。可是因为抓周就那一天刚好就这个活动，然后那个女儿的反应，她的个性啊，她的所有的行为啊，就是他来啊，然后往往就抓这些东西啊什么，他好开心好开心，然后胚胎来就给我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就哇哦，我很惊讶，原来透过这个活动，我不是在说抓周很好，但是就是透过一个活动，然后不同小孩子他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一天办这个活动还会可以让我更了解我孩子的个性，然后同时你也看到别的小孩子的个性哇真的很不一样，真的每个孩子上帝创造他们就是有他们非常独特的性格在里面，所以就你看他们才1岁然后这些性格出来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是很享受在看到这样的反应跟结果，因为我觉得会帮助我更了解这个孩子，不管是我朋友的孩子，我以后跟他相处，或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你会看到原来他是抓着东西啊，他喜欢那个东西，他就是一直抓着不放，他就一直抓在他的手上不放。然后别的东西他可能摸一下看一下，他也不会说每一个假设那边有20样东西，20样都去摸，他不是，他就是那一个他看准了，他就是一直抓着。然后另外其他的用另外一只手稍微摸一下，可是这一只就是一直抓着。我们让他们抓了3次，就来来回这样把他抱过去那边，然后让他们再自己爬过来。胚胎是在爬过来的路上，他已经在扫描，他就在 scan 那边有什么我要什么东西，所以他爬过来的时候，他是已经朝着那个东西去爬了，然后再抓出那个汤匙，他是抓汤匙，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好特别哦！你就看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他就是要这个，他就是要这个。这是我觉得办这个生日 party 有得到的比较惊喜的部分。以父母的角度来说，当然你跟这孩子相处了1年嘛，其实从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你会知道他大概是这个个性，有感觉得出来。可是你没有比较的时候，那个不会那么的确定跟明显。可是当今天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反应是那样，会让你看到说尤其我们又是第一胎，没有老大可以比较。那一天就帮助我看到一个比较值，就哇，那这样相较之下，胚胎真的是这样的个性，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他的个性是就完全不一样，就更让我确定说我的孩子是属于这样的特质的人，纳入我的以后在教他，或者是以后在沟通上，或是这方面所有的一个考量的点，就是更了解他。1岁我觉得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在吃的这方面，就是其实回台湾的时候，毕竟我们是回去 travel 嘛，所以刚好卡在他准备1岁的这个时间点，就变成我们台湾就选择没有那么多，所以有什么就是吃什么。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大人回去是想要吃那些特定的东西，我们不会特别去找 baby 的食物，适合 baby 的食物给他，所以我们想要吃什么，我们就是带他去。那有什么桌上有什么他可以吃的，我们就喂他。就因为这样，这一趟1个月的在台湾的旅行，所以我觉得也算有一点训练到他，然后也训练我们父母，就是稍微比较放宽心，就反正1岁了啦，就有什么吃什么，吃白饭好啦，不会太硬，就给他吃了。不然本来在美国的时候是还没有开始给他吃饭，所以我觉得在吃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有变得比较接近我们在吃的东西，就除了说要煮稍微软一点给他，就这样。但是其实大部分我们本来在家里吃就是比较清淡，然后回台湾的东西我们也觉得有比较清淡，所以就 OK， 就只要不要是例如说辣啦，或者是太咸的东西、太油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跟着我们吃，我们有煮什么他就吃什么这样，然后就是稍微比较软一点。
所以我觉得吃东西这一块没有像那时候吃副食品的时候还要打成泥啊或者什么的，就有慢慢在渐变到比较不是一个小 baby 的那个时候的阶段了，慢慢变成一个小 toddler 的感觉，就一个小过渡期这样。然后睡觉这方面，除了说回来这里要调时差之外，其实睡觉它都已经蛮稳定了，没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去烦恼的。对，所以睡觉这块就从他8个月的时候我们调整回来睡过夜，一直到现在就睡觉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白天的 nap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其实从美国回来，我有觉得胚胎变比较可爱。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也在台湾比较紧绷，然后回来家里就觉得放松了，你用不同的心情跟心态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就也有可能这方面也有一点关系。但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很明显，胚胎已经变得比较听得懂我们说什么。其实我觉得他是大概有90%吧，他是都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的。可能他那个词汇他听不懂，但是透过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声调，或是我们的你知道比这个东西啊，然后再讲什么，我觉得他是可以意会到我们在传达什么。所以我觉得以意会的话，应该有95%到100%，他是都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的。比如说像最近在准备他的第一餐，通常早上起来都会先准备温水，让他先喝水，然后我就同时准备餐，他就可以稍微润他的身体，暖一下。所以那时候我还没好，但快好，我就看他的水喝比较少，我就说胚胎你再去喝一点水，再多喝几口，然后我们要吃饭了，这样子。我就没有太期待他真的会从这一端爬到他水的这一端，然后去喝水。结果他真的就从这一端爬到水的那一端，然后拿起水，然后看着我这样，我就哇，胚胎你真的听得懂欸就真的很惊讶。你会很惊讶，小孩子真的在这个年纪，他竟然已经听得懂。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教他这个是水啊，我们没有教他去啊，我们没有教他这些动词啊、名词啊，为什么他会听得懂？就真的好神奇哦，真的很神奇。然后像那一天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陪他吃饭，然后他在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他就想玩了，然后忘记他做了什么事情，我说拍手，他就拍嘞。就是我觉得到了1岁，好像真的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坎，就是有一个你看到这个孩子一个很大的成长，就1岁了，然后好像一下子都跨了一大步，往前跨了一大步，然后理解能力上、沟通能力上，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其实崩溃的次数已经算蛮低了，比起那个时候新生儿阶段，然后还没有睡过夜啊这些。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崩溃，只有他真的很欢很吵，然后真的一直哭。那时候可能他想睡，他又不睡，想要玩，那时候他就开始很欢，然后开始哭啊，然后开始很吵，开始干啊。那时候会让我觉得又来了，很烦，就这样而已。但是没有到让我真的是一个人坐在那边觉得你知道吗？没有在崩溃，觉得去想到说我对他的牺牲啊，我对他，然后觉得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么多，为什么牺牲这么多为了他，然后现在又这样那么累，已经没有那个阶段，已经过了。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心态也是，我觉得回去台湾这一趟，我还得到蛮多那个时候我需要的东西，不管是跟我的朋友啊、亲戚啊、家人啊、长辈啊，然后这些师长，从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我觉得神都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去传达一些我需要的养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状况是it's kind of my lowest time of my life， 就一切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对我来说。我真的还在很努力的去接受这个新的角色，很努力的去调试这个角色跟我自己没有孩子的时候，还不是一位妈妈的时候，我觉得有太多的冲突，我真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可是每一天又没有办法真的让你停下脚步去认真的去消化，就是每一天还是这么来啊。他起床，他时间到了，就是你知道，你就是要 do your thing 啊，你就是要 do your mom things，do your mom's duty. You just have to spend time with him. You just have to make food. You just have to, pet him. You just have to sleep with him, 就很多事情你就是一直接踵而来，你没有时间真的停下来去好好消化，所以变成逼迫我自己在这些很忙碌的 schedule 里面，我还是要挤出一些零碎的时间去破碎自己，去重新塑造自己，然后再 move forward， 再往前走。这一趟真的回来之后，我觉得突然好像心境开朗了许多，然后现在也不太会再去想说我为他牺牲很多啊，什么什么的，他觉得怪他都是他怎样怎样，好像这个就过了就这么过了，不会再有太多这种埋怨的心情，觉得我真的好像觉得他是拿走我很多东西的人，就不再会有这种怨的情绪了。回台湾听到很多会从身边的人家人啊已经有孩子比较大了，他们都是跟我说你要 cherish 他现在这个时候。那时候还没1岁的时候，我觉得 cherish 个啥啊？这有什么好 cherish 啊？痛苦死了 ，cherish 什么啊？可是现在真的1岁了，然后到这个阶段，虽然他还不会讲话，然后以前我就还很希望他可以赶快到可以沟通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当他可以沟通的时候，我不会那么痛苦，所以我会很希望他可以快点到那个阶段。但是现在回来之后，我觉得心态的转变就
我真的可以享受他现在还不会讲话，我反而觉得我要每一天都很珍惜他还不会讲话，然后可以还在那边然后讲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一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了。就我现在的心态可以去，真的是以一个旁观者，然后去看这个孩子的成长，然后去享受在他现在这个阶段该有的样子。不太会走路，还不太会讲话，我就是享受他现在不太会走路，他需要我们牵着他，然后长大以后他会走了，他就不要我们牵了，对吗？然后现在他也不太会讲话，然后只能这样然后用纸的，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对我来说是好的，就我很开心，我已经 move on from 以前那样的我，就其实我自己 I'm not proud of myself being that way， 就那样子我并不开心了，那样子我并没有享受在你知道有孩子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就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妈妈们吧，或是父母，或是阿公阿嬷，就是各种他们都会说啊，一切都是值得的。值得吗？我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说值得或是不值得，因为我现在还不是那个心境，还不是觉得说可以去回顾，因为毕竟他也才1岁，可能要等我到老一点了，5、60岁了，因为我没有去用值不值得去衡量我所做的一切或他给我的一切，毕竟这个没有办法比较，这个没有办法去衡量。我的想法是这样，你生一个孩子，你就是要经过怀孕，然后这个9个月会有这些前期、中期、后期不一样的症状，可以看我其他影片，会有这些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不管好的坏的，酸痛、孕吐，然后吐到流血或什么，很多人严重是这样，然后你要经历过很多这些高高低低，然后再到熬到生产。生产每一个人的经历又不一样，有一些人很快，有一些人几小时、几天都还生不出来，整个过程，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有健康的孩子，有一些人可能妈妈就怎么了，就真的整个生命牺牲掉。这就是一个过程啊，你要有一个孩子就是走这个过程啊，然后有了孩子出生了之后，你就是要那一些你知道无法睡整夜的夜晚，喂奶啊，遇到很多挫折啊，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嘛，很多的不懂啊，很多的跌倒啊，很多的流泪的夜晚啊，就是这些就是这么走过去。那我们真的只能，对我来说就是见招拆招。那过去的这11个月、1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真的在努力的去调试，努力的去接受这一切，调整我自己，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 ，just do it。那既然这样，就会有朋友问，那你要生第2胎了吗？还没 ，OK， 还没，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先把这一胎养好、顾好。对我来说，孩子真的不是只是把他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我觉得你要养一个孩子是还有很大的成分是要教育的部分。我生他，我是期待他从我们夫妻的身上，在我们夫妻的教育底下，他可以是有一个很荣耀神的性格，他可以是成为这个社会上的帮助跟祝福。不是说只是生他，然后生出来，他以后成长变成怎么样，我们不管；他个性变偏差了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礼貌不管，什么不管，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是想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可以好好的教育他，所以我觉得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把他塑形的差不多了。如果我们觉得想要再有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家里，让他学习当哥哥的榜样，让他学习当哥哥这个角色，或者是有其他的方面的考虑，我们会再祷告，然后就看神给不给。但是以目前来说，没有，不要再问了。有的话就会在我的 channel 上面公布，所以没有 ，we're not trying, we're not there yet。最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珍惜我现在胚胎给我的这个阶段。他现在小小的手、小小的脚，我就是珍惜。他慢慢长大了，我也珍惜。就是我真的现在的心情，他1岁了，我真的调试的好很多了，慢慢去顺服神给我的这个挑战，慢慢去顺服神给我这个阶段的功课，有多难我就努力去克服，我就想办法去克服。现在的这些可爱，现在的这些美丽，我就是赶快接收，就用微笑去面对，然后多给他爱，多给他抱一下、亲一下，可以的时候，因为长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他就会不要我们亲他，不要我们抱他，所以就是享受现在有的，这就是养孩子1年的一个小回顾吧，就是这样的心情。希望你们还没有到孩子1年的这个阶段的父母呢，可以期待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你的心情应该也会有很大的改变。那就下礼拜见，拜拜。补充一下他的喝奶状况呢，现在还是大概维持每天早上会喝1次奶，左右边夹起来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
还没有要给它断，但是有，例如说今天如果没有喂到就 it's fine， 那就明天早上有喂的话就喂。比如说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我老公如果在家，他就会把它带下去让我睡，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喂他奶，我老公就会直接给他吃第一餐。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老公去上班，我就会喂他。所以现在就是一样，一天一次，耶！拜拜大家，拜拜，kiss bye 嘞，嗯。